岳飞是谁？岳飞在整个汉语文化圈可是太出名了，几乎老少皆知，家喻户晓。现在我们看各地有很多岳王庙，而真正让岳飞从人转变为神，实际上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明廷将关羽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把岳飞封为三界静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圣帝君。有了官方的推动，岳飞一夜成神。到了清代在小说《岳飞全传》中，又将岳飞描述成大鹏金翅鸟转世。有了这部小说的深远影响，岳飞进一步封神。历史上真实的岳飞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已经说过很多。而有关岳飞后来的结局，历来的说法离不开宋高宗和秦桧，说他们出于种种目的罗织罪名。那么除了这俩人构陷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慢聊两宋烟云的最后一集，请自行备好降压药和氧气面罩，咱们来说一说堪称千古奇冤的公案——岳飞之死。今天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人物故事图，这幅画作者是谁已经不可考，画中的故事却是大有来历。描述的是南宋绍兴12年，宋高宗赵构派太尉曹勋在宋金边界迎接宋徽宗召集的子宫以及赵构生母韦氏南归的情景。这幅画原本叫做迎銮图，因为存在一些争议，比如宋徽宗的子宫应该在前，韦太后乘坐的宗盖监舆应该在后，再加上画上没有作者的名款印记，所以被认定为宋人无名氏所画人物故事图。韦后南归是当时的一桩大事件。时年63岁的韦氏曾在金国洗衣院受尽折磨屈辱，而后在绍兴5年被遣送到了北宋俘虏集中地五国城。又过了6、7年的光景，宋金绍兴和议，金廷将韦氏先接到上京会宁府，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阿城一带，然后再派专人发遣南下。咱们单说韦氏即将离开五国城之际，他的好姐妹曾经约定富贵不相忘的乔贵妃，拿出好不容易积攒的50两黄金送给金国使者，希望对方好生护送姐姐返还江南，从此就要天各一方。在生离死别之际，姐妹二人是嚎啕痛哭。这个乔贵妃对韦氏说姐姐，你这一回去见了儿子就是皇太后了，自己多多保重吧，妹妹我永无归期，很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姐姐到了快活处，别忘了这里还有不快活的人呢。韦氏紧着回答说一定不会忘的。很多人从旁边也都跟着流泪哭泣。韦氏坐上马车，马上就要出发了。宋钦宗赵桓挽住车轮说，劳烦您转告九哥，如果能让我回归故国，只当一位太乙公主就足够了，其他的不敢奢望。九哥，这是宋钦宗对远在江南的九弟宋高宗的绝望呼号。韦氏听了他的话，一时无计可施，只能临场发下誓言，说老身回去以后，如果不能迎回陛下，就让我瞎了双眼吧。那么宋钦宗终于缓缓松开双手，五国城的一幕生离死别就此散场。然而宋高宗对难兄难归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说来也巧，韦太后眼睛好好的，有一天突然犯了毛病，继而双目失明。知情人都表示说，这是太后娘娘当初在五国城对着宋钦宗赌咒发誓的报应。10几年以后，57岁的赵桓带着对故国的遗恨与世长辞。就在南归的途中，韦氏十分担心走得慢了再有其他变化，他拿出所有的钱财，又从金国使者那里借贷了黄金3000两，重金犒赏随从人员，以便快速脱离苦海，并且和金使约定好了，说到了地儿以加倍利息偿还。这行人很快到了淮河北岸，韦氏想要过河，但是金国使者说不行，要过河您得先还钱。宋朝那边来迎接太后的人叫王次翁，这是个事事处处尊秉秦桧而行的人。秦桧不发话，他就两眼一抹黑。那么金国人要求宋方偿还韦太后的债务，王次翁不敢擅自做主，他害怕回头秦相公怀疑他私自接纳，因此硬挺着坚决不还钱。就这样在河边相持了整整3天。最后还是秦桧的七兄王焕自作主张帮韦氏还清债务，一行人这才渡过淮河。宋高宗亲自来到临平镇迎接韦氏，为此安排了十分隆重的皇家仪仗。母子二人一见面一把鼻涕一把泪。
韦氏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文武百官、将相大臣分列两旁，可是这老太太却只问一个人，说谁是韩世忠。此时已经退闲的韩世忠强装笑脸，挤出人群给太后见礼。韦氏表示说，将军虎威，老身在北边就时常听闻。从此以后呢，每个月都给韩世忠发一笔养老补助。赵构这边迎回老娘安置妥当，另一边对几口棺材如何处理又犯了难。跟着一块拉回来的除了宋徽宗召集的子宫，还有宋徽宗的皇后郑氏以及宋高宗的正妻邢氏的棺材。大臣们认为这其中尤其是宋徽宗的子宫需要仔细辨别一下真伪。事实上，对于这次归还棺材，金国人也果然做了手脚。女真人啊，实行的是火葬，根本不用棺椁。那么宋徽宗等人死了以后，全部用生绢裹住尸身，然后下葬。等到若干年以后再去挖的时候，尸骨早就已经烂成了天然肥料，那个生绢呀，隐约还能看见，打开来只有泥土。你说怎么办？只能是勉强划了点泥土，送到上京回宁府，象征性的放进了棺材里面。有一种说法是，宋徽宗的棺材里边根本没有宋徽宗尸身，只是放了一截木头，宋徽宗变成了朽木。这种国际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入土为安向来是一件大事，宋高宗君臣商量再三，开棺验尸是肯定不能够的。万一打开发现真是木头，你怎么解释？人家都是羽化成仙，咱这儿总不能说太上皇幻化成木了吧？这要是传出去，皇家还有脸面吗？朝廷还有尊严吗？最后为了避免再次公开蒙受一次羞辱，只能将计就计，人们毕恭毕敬迎回徽宗的棺材，没人关心追究棺材里面究竟是泥土还是木头，然后直接放进一个更大的棺材中，里面的是棺，外面的是椁，再把滚冕之类的一并放进去，不再进行任何查验。挑了个日子，将宋徽宗安葬在了绍兴府的永佑陵。韦后南归啊，是以绍兴和议为基础的，而促成绍兴和议的一个关键是金国都元帅完颜乌竹向秦桧明确提出必须杀了岳飞，然后才能议和。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绍兴10年，完颜乌竹兵分4路南下，岳飞挥师北上抗金。宋廷命令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兵，一次不成又来一次。郾城大战的前夕，宋高宗又命令岳飞在攻占了蔡州和怀宁府之后立刻终止军事行动，但是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这就让宋高宗和秦桧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了。赵构对战争态势发展是比较矛盾的，他既怕岳飞大获全胜，又怕岳家军遭逢大败。军事上一向保守怯懦的赵宋王朝，遥控防范武将是祖传的家规。如果岳飞取得全胜，兵多将广，功高震主，很可能影响皇权。尽管岳飞一而再再而三诚心诚意的表示，只要北伐成功就卸甲归隐，但是宋高宗显然并不相信这种口头上的保证，始终疑神疑鬼。而倘若遭逢大败，则意味着他赵构有可能会像父兄一样成为阶下囚。即便宋军在近10年以来多次胜利有目共睹，可是仍然无法根除宋高宗胆小如鼠的顽疾。他始终过分高估金军，同时对自己这边的实力极度不自信，因此岳家军越是节节推进，赵构越是忐忑不安，再三以手诏叮嘱岳飞一定要稳抓稳打，避免和乌竹大军正面决战。而宰相秦桧，他是不是金国人派来的奸细存在争议，但是这家伙力主议和，甚至不惜代价与抗金势不两立，这是可以肯定的。自打这一年开战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或大或小的捷报，让他急于要从中破坏。这个时期，如果单凭他秦桧以3省枢密院的名义发号施令，对于岳飞、韩世忠这些将帅是没有多大约束力的。根据多年经验和惯例来看，只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是最管用的，而实际上的手诏呢，往往由赵构和几位宰执大臣共同商议，并由宰执们起草。到了这年7月初，秦桧找准了一个时机，东线西线战场处于拉锯焦灼状态，中部战场张俊已经撤军，只有岳飞还在高歌猛进。这个秦桧早就摸透了赵构的心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提出命令岳飞班师这么一个建议，理由是孤军不可留。同时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吉上奏说，兵微将少，民困国乏，
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在赵构看来班师约等于见好就收，既不至于全胜，也不至于大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7月初8前后，郾城之战发生的同一时间，宋廷发来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这边在7月初5刚刚上奏了梁兴、董荣等人深入敌后，取得了不同程度胜利，此正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疑后患。同时呢，他还希望皇帝向其他部队施压，数路并进，扩大战果。这封奏报一去10几天，没见到一兵一卒的支援，打过了郾城和颍昌2次苦战，却收到了一封班师诏。岳飞这心里是100个不愿意，他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因此没有停止向开封府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辞激切的奏章来反对班师。说且看金虏重兵进据东京，屡经败虐，锐气沮丧，内外震撼。闻之谍者，鲁豫弃其辎重，击走渡河。金国人精锐进出，来到开封这一带，但是已经屡遭败绩，军心浮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通过谍报系统探查得知，他们已经准备丢掉辎重，撤离开封。况今豪杰相锋，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现，攻击垂城，时不再来，机难轻施。臣日夜料之，属以为陛下图之。况且现在这个局势明显是与我们有利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封奏章发走了2、3天以后就在大军已经进抵到朱仙镇的时候，岳飞在1天之内接连收到12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12道诏令全都是措辞十分严峻且不容变更的急令，大致意思是说大军即刻班师回去鄂州，岳飞本人速来临安朝见皇帝。这是岳飞精心谋划准备的第4次北伐，没想到到头来终究抵不过政治打压。明明接连取得大捷，明明天时人事可堪大用，明明这波金军战力大不如前，明明我全无反意，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这样不被信任呢？这个能在千军万马中藐视刀光剑影的大英雄，这时候忍不住悲痛啜泣，他脸朝着临安方向缓缓下拜，说了一句：臣10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全臣秦桧实误陛下也。朝廷压根儿就不可能让他北伐成功，岳飞只能依令行事，班师回朝。宋代最快的快递不是顺丰、黑猫、UPS， 而是金字牌。金字牌专供皇帝一人发布急件使用，通常呢用1尺多长一块红漆木牌，上书8个大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中间用1马接力传送，不能进入驿站稍事停留，所以可以日行500里，昼夜不停。第二快的叫做急递，通常专供大臣们给朝廷发送急件，可以达到日行400里。甭管金字牌还是急递，纸面上规定的500里、400里，往往会因为天气、道路等等复杂情况产生一定延迟。然而，类似宋高宗1天之内连发12道金牌，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说岳飞功败垂城，中途折返，撤军命令下达以后，好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望天长叹，说了一声，说岂非天乎？难道这就是天意吗？当天他们夜宿荒村野店，和一众部将相对而坐，沉默不语良久之后，岳飞突然问了一句，说天下事竟如何？只有张宪回答说在相公处置耳，接下来怎么办全在您一句话。但是岳飞并没有更改撤军计划，岳家军从前线退了下来，周边的百姓大失所望，一些人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为了迎接朝廷大军，我等头顶香盆输送粮草，如今相公说走就走，势必引来金人报复，这叫我们还怎么活呀？岳飞含泪拿出天子诏书给众人看，说朝廷有诏，不得擅留啊。撤到了蔡州，又有成百上千的人们拥到衙门内外，岳飞再次把班师诏出示众人，百姓们失声痛哭。最后岳飞决定在蔡州停留5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到襄汉。岳家军的大部队从蔡州回到鄂州，岳飞本人由此前往临安朝见高宗皇帝。说完颜乌竹那边原本以为败局已定，在一天深夜从开封撤离，正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小校来报，说营门外有一汉人书生前来求见。引进来以后，书生对乌竹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
以余观之，岳少保或且不免。权臣是谁呢？秦桧那老邓。大将是谁呢？岳飞。有秦桧在，就不可能让岳飞立功。这个宋监书上看得好不通透。这个完颜乌竹啊，一生中至少2个关键时刻被不经意间遇到的汉人一语点醒。头一次是在黄天荡，这一次是在黄河岸边。听得了一番话，乌竹啊暗自叫好，心里说：大哥说的对呀，这还走什么？不走了。越骑军撤兵的消息被证实以后，乌竹更是喜出望外，以降金宋将孔彦州为先锋，再次整军，卷土重来。岳飞原本部署了王贵等人领少量兵马驻扎在蔡州，兵力单薄，士气受挫，难以抵挡金国大军的进攻。郑州、西京河南府、汝州等地也紧跟着纷纷败退。岳家军的班师让整个战局迅速扭转。到了8月，韩世忠在淮阳军久攻不克，也在宋廷命令下撤兵。杨一中奉命前往宿州，听说金军以重兵设好埋伏，领兵横奔而溃，金军顺势占领宿州。整个绍兴10年的宋金战争以顺昌之战为开端，以宿州沦陷为结尾。金军重新占领了河南，宋军多次大捷而取得的战果毁于一旦。岳飞走在路上，不断听到中原传来的败报，不由得悲从中来，说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有再复。到了临安，岳飞一心一意请求解除兵权，但是并没有得到宋高宗的同意。尽管猜忌已经很深，但是前线兵戈未息，赵构还不敢夺取兵权。岳飞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又回到了鄂州。乌竹在绍兴10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捡了个大便宜，重新支棱起来。绍兴11年春，他又集结了9万多人，对准淮南西路大举来犯。宋廷本来布置了3路人马，张俊兵马8万以上，杨一中兵马3万，刘琦有兵大概2万，兵力上占有优势，可是战斗力不强。金军渡过淝水，攻占寿春，进入泸州地面。军情危急之际，宋高宗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岳飞，于是又一封封金字牌发往湖北。卿忠志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以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所有的神话。变化出一张笑脸，说出种种好话。岳飞先后2次提出自己的构想。第一次，他提议再次长驱河洛，敌人的重心在淮南，我们攻打开封，这本来是围魏救赵一样的妙招，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第二次，他提出从齐州、黄州一带渡过大江，出其不意，可以腹背夹击敌人。赵构批准了这条策略。于是岳飞亲领8000背为铁骑，作为先锋赶赴战场。2月18，岳家军尚未到达战场，宋金双方已经在今天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折高举行了大规模会战。两边主将张俊、乌竹都没有到场，是这一战的特点。张俊只是名义上的主将，实际上他和刘琦、杨一中各自成军，分别管理不相节制。张俊素来怯战，于是安排了猛将王德负责指挥，没想到呢，反而成全了这场战役。说双方一交锋杨一中轻敌冒进，吃了败仗。王德集中兵力猛攻金军的右翼，并且射掉对方骑兵1名指挥，战场局势瞬间扭转。宋方步军人手一把长柄大斧突入敌阵，经过一番鏖战，金军败北，被迫撤走。宋军乘胜收复了泸州。折高战胜以后，张俊来了能耐，打仗是啥也不是，胡乱指挥，一个顶俩。根据一条可靠消息，他以为敌人已经退兵，于是打发走了刘琦，自己准备和旧部杨一中要兵淮上，独吞战功。那边呢，岳飞进抵泸州，张俊打发人去传信敌人已经走了，这边粮草也不多，你们也抓紧回去洗洗睡吧。岳飞自然也明白张俊的居心，于是退兵到了舒州，上奏朝廷，请皇帝定夺进退。没想到完颜乌竹根本就没走，为了报复，他听从了力穷的计策，突然奇袭了亳州。刘兴探马来报，张俊赶紧召回已经南撤的刘琦，共同进兵北上。大军走到距离亳州60里的地方，又一条可靠的消息传来，说金军已经撤离亳州。张大帅顿时来了兴致，命令王德、杨一中率领精锐6万，准备前往空城亳州，耀武扬威。结果遭了埋伏，王德、杨一中被打得只身逃回，差点就被全歼。
张俊收到败报所做出的反应是第一时间拔寨南撤，给他机会，可惜他不中用。韩世忠接到朝廷命令赶来救援，但是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且战且退，全身而还。岳飞在舒州又收到宋高宗的手诏，这回的命令是进行平荡，以除后患。再次北上的途中，接连收到张俊、韩世忠的败报，胸中一口恶气压抑到了极点，再也难以克制，于是说了一句：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得。几天后，岳家军到达亳州以南的定远，金军闻风渡河而撤，玩闹一般的淮西之战就这样结束了。张俊在回朝以后，为了推卸责任，倒打一耙，反过来诬陷刘琦作战不利，又说岳飞逗留不进。秦桧的党徒随之一哄而起，一场巨变随之而来。南宋初年拥兵武将一度飞扬跋扈，甚至不循朝廷法度，所过之处大肆劫掠，比女真人还要遭人痛恨。短短10余年间，小规模的兵变不说，大规模的兵变就发生了3次：苗栗兵变、杜充投敌、淮西兵变。这种情况让赵构很难对武将充满信任，害怕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治，成了他长久以来的隐忧。早就有意收回兵权，但是很难落到实处，其中关键就是战事始终不断。闹着玩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以后，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摸清了金方也有意议和，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于是开始采取措施。宋廷命令岳飞、韩世忠、张俊前来朝中觐见皇帝，三人先后来到临安以后，朝廷一边为他们在西湖举办盛宴，一边却连夜写了致辞，发表韩世忠和张俊担任枢密使，岳飞担任枢密副使，留在朝中任职，明升暗降，解除兵权。赵构盼望已久的宋朝历史上第2次杯酒释兵权就这样得以完成。岳飞的少保接官仍旧保留，但是两镇节度使、宣抚使、招讨使以及营田大使的职务一并撤销。3个人里边张俊是最鸡贼的，率先表示拥护，带头交上兵权。实际上呢，是和秦桧2人早有默契，约定好把兵权收回来以后，全部交给张俊一人负责统领。王贵接替了岳飞，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担任副都统制，2人负责继续指挥岳家军。朝廷对这2人很不放心，专门派了秦桧的党羽林大生出任湖广总领进行监视。金朝都元帅完颜乌竹经历了几次大战挫败，不得不承认宋朝近些年来军事雄锐，有心征战，因此开始决议议和。乌竹曾经主动给秦桧写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武绪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何可成也。他提出以杀掉岳飞作为和谈条件。秦桧和岳飞是势不两立，自然是乐不得这么做的。这个事儿的关键还得看宋高宗。按照宋太祖的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事官，违者不降。但是赵构为了尽快促成和议，加上对岳飞的记恨以及秦桧等人的怂恿，他开始决议要杀害岳飞。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原本不亚于岳飞。绍兴8、9年间，韩世忠曾命令部下冒充民间的义军，要袭杀金使张通古。后来因为有人告密没能成功，但是通过这件事儿，秦桧对韩世忠恨之入骨。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是计划先害了韩世忠，然后再杀岳飞。这年3大帅解除兵权不到半个月，朝廷命令张俊、岳飞前往原本韩世忠的驻地，名义上视察部队，实际上是要罗织韩世忠的罪名，瓦解韩家军。按照秦桧的计划先物色一个听话的走狗，这个人呢就是淮东总领胡防，然后让胡防出面控告韩世忠的亲信耿柱，说他图谋叛逆，最后严刑逼供，把祸端引到韩世忠身上。如果计划成功，韩世忠应该死在岳飞前头。好在中间发生了一点变化，岳飞得知了耿柱的冤狱，连忙写信通知韩世忠。韩世忠求见宋高宗，哭诉一场。对待韩岳2将赵构内心明显对韩世忠要更有好感，本来就无意杀害这个苗刘兵变的救驾功臣，于是召见秦桧，示意不得牵连韩世忠，老韩最终得以保全。岳飞这年7月回到了临安，请辞枢密副使。宋高宗仍旧耍弄帝王权术，不予批准。
在这之后，针对岳飞的弹劾奏章接踵而至。秦桧唆使了右谏议大夫莫其谢、御史中丞何柱、殿中侍御史罗汝吉散布流言，含血喷人。按照惯例，只要台谏官上章弹劾，在职大臣就要引咎辞官。岳飞当然明白朝廷的良苦用心，于是再次请辞，说：“臣幸识疏案，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威，论罪有秋山之积，既保全于中始，宜援引于山林。”岳飞通过耿祝冤狱事件已经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贤绝不可能让秦桧善罢甘休，因此特别提到保全始终。这一次宋高宗不再挽留，解除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保留少保接官，又特授两镇节度使闲职，同时命令岳云一同退贤。此时的岳飞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毫无威胁，对议和更是无力干预。然而赵构和秦桧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罢官只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而已。挤兑走了岳飞，秦桧和张俊开始在岳家军中寻找代理人。王贵第一个被趁机威胁利诱。颍昌大战期间，王贵一度未战回来，差点被岳飞砍了脑袋。秦桧、张俊密诱王贵背叛岳家军，遭到王贵抵制。而后张俊又以王贵隐私相威胁，王贵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被迫屈从。王贵返回鄂州以后，紧接着另一员亲将张宪被命令前往镇江参见枢密使张俊。张宪手下有一员副统制，名叫王俊，人送外号王雕儿，自打编入了岳家军，寸功未立，一官不升，却因为奸贪屡次遭到张宪的制裁。这王俊由此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生在鄂州就任湖广总领以后，就物色到了王俊以及姚正复选庞荣三名统治。这回张宪去往镇江述职，几天以后，王俊正式将诬告状投呈给了王贵，说张宪得知岳飞罢官复贤，和岳云密谋，准备裹挟鄂州大军前往襄阳府，以此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王贵明知这是诬告，却只能违心的将状纸转交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总领林大生。林大生又用急递将状子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卿府。张宪来到镇江述职的同时，就这样自投罗网。诬告状一到，张俊立刻命人逮捕张宪，随后严刑拷打，直打得张宪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即便如此，张宪仍然没有屈服，坚决不指认岳飞父子。张俊没了办法，只能编造口供，呈报秦桧，移交大理寺。此时的岳飞正告了假，在江州暂住。一个叫做蒋世雄的部将上任途中，顺道飞马骑奔江州，向岳飞报告了张宪被人诬告的消息。岳飞这才明白这是秦桧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技重施了，阴谋加害自己的套路如出一辙。很快朝廷来了命令，让他火速赶往临安府。岳飞即刻上路，岳云、岳雷等人随同前往。到了临安，有人建议他赶紧上奏自辩清白，但是岳飞认为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以何所逃？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一忠，命令他前去拘捕岳飞。杨一忠应召来见秦桧，秦桧没有接见，只是命人传话要活的岳飞来。转眼杨一忠来到岳飞府邸，岳飞跟随乘轿来到大理寺，下的轿子不见一人，稍坐片刻，又被请到后堂。狱卒们把岳飞带到一处所在，只见张宪和岳云都已经脱去衣冠，披枷带锁，浑身血染，痛苦呻吟，惨不忍睹。按照宋高宗的旨意宋廷以御史中丞何柱和大理卿周三位为正副主审官，特赦诏狱审理岳飞一案。当被狱卒带到大堂的时候岳飞再也不能克制自己，身体站立不稳，情绪异常激动。突然狱卒们高声呼喝，插手正立。岳飞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经不是统领10万雄兵的大帅，而是阶下囚，只能尽量压抑住心中愤懑，插手站好，转而沉静地将自己的这个冤屈讲出来。说到最后他伸手解开上衣，袒露后背，只见有尽忠报国4个大字深嵌于后背之上。主审官何柱在这之前不久还曾参与弹劾岳飞，此时此刻内心深深悔悟，不忍心就这样残害忠良，转回头力辩岳飞纯属无辜。
秦桧也是张口结舌，难以作答，只能向何柱交了底细，说此上意也。何柱仍然坚持己见，当下说了这样一番话，说柱岂区区为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以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常计。秦桧没了办法，只能奏明圣上改名莫齐谢担任御史中丞，继续审讯岳飞。说的莫齐谢啊，本就是十分狠毒的小人，刚一上任就会同周三位前往审干。他把王俊的诬告状摆在岳飞面前，装腔作势地说国家有何亏负，汝三人却要反背？岳飞回答：对天盟誓，我等无负于国家。莫齐谢冷笑着问说：相公既然没有反，可记得当初曾提过一首寒门何日德载富贵的诗作吗？岳飞见他们胡搅蛮缠，歪曲诬陷，心里知道到了这儿就没处说理了，不由得长叹一声，悲愤地说了句：吾方知击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他紧闭双眼，任凭百般折磨拷打，始终沉默不语，也绝不呻吟呼喊。生命的最后2个半月，尝尽各种各样的残酷刑罚，到了最后，岳飞开始选择绝食，只求速死。对宋高宗啊，他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在御案上写下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入狱的消息传来，朝野为之震惊，一些端人正士不顾安危，纷纷设法营救岳飞。其安郡王赵世鸟，论辈分是赵构的皇叔，这是当时南宋宗室中十分德高望重的一位人物。皇叔亲自求见赵构，并且愿以家中百口性命为岳飞担保。参与审案的大理寺少卿薛仁甫、大理寺丞何彦由、李若甫等人也都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韩世忠啊，在这个时候已经罢免了枢密使，终日闭门谢客，绝口不提兵事，就为了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听说了岳飞的冤案，老韩坐不住了，鼓起勇气前去质问秦桧。秦桧随口冷冰冰的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说妃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听了之后愤愤不平，说莫须有3字何以服天下。经过莫齐谢等人竭尽全力，最终给岳飞定了3条罪名。第一，岳飞岳云策动王贵张宪谋反。第二，淮西之役，岳飞逗留不进。这第1条纯属子虚乌有，第2条强行诬陷，最后1条则最是要命。第三，岳飞曾说官家又不修德，岳飞还曾说我32岁上剑节，自古少有。这句话被引申和篡改为自言与太祖俱以30岁为节度使。这2句话最终被定性为指斥剩余的弥天大罪。这年的12月29，莫齐谢通过秦桧匆匆上报奏状，提出将岳飞处以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到了宋高宗那儿，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一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当天有狱官命令岳飞沐浴，将他猛击胸肋致死，随后将其草草埋葬在了大理寺的墙角之下。有个好心的狱卒奎顺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又偷偷埋葬在了临安西北方向九曲从祠附近北山山路的平地上，坟前种了2棵橘树作为标记，鬼称假夷人坟。当时的岳飞随身只有玉环1枚，终年39岁。岳云、张宪被绑赴临安闹市开刀问斩，2位现身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的名将，就这样无故死在了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转眼绍兴和议谈成，宋朝向金朝奉表称臣，宋每年向金进贡银绢各自25万。双方东边以淮水为界，西边以大散关为界。金朝女真贵族成全了宋高宗的孝心，同意宋桓、宋徽宗等人的子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绍兴12年，宋高宗迎回3口棺材外加1个老妇。就在小朝廷大肆铺张和渲染的喜庆气氛中，突然发生了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儿。金朝使者刘陶向宋朝官员发问，说岳飞以何罪而死？宋朝这边一时窘迫，难以措辞，只能说是因为意欲谋反被部将告发，因此伏诛。没想到这刘陶冷笑一声，毫不客气的奚落，
说好一个意欲谋反，江南忠臣之中善于用兵者只有一个岳飞，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正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依我看，这岳飞正是你们江南的范增。宋朝官员顿时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秦桧得知以后，下令不准奏禀宋高宗，并且很快将那人就免了官。金熙宗之后的海陵王完颜亮曾经亲历绍兴10年的恶战，领教过岳家军的威力。岳飞死后20年，海陵王南侵的时候，金军中还流传一句话，说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历来解析岳飞之死，不出高宗秦桧与金之媾和及陷害。岳飞起自行伍，有着中原人特有的质朴、刚直、倔强的性格。他是在北宋末年从军，杜充降敌以后独立成军，5年间从一个普通兵士成为义军将领。这中间犯过2次大错，一是越职论事遭到罢黜，二是率部擅离王燕。第一件事可以说是直言不讳、爱国心切，第二件却是犯了军法中的死罪，因为背军走者斩。从建炎4年开始他一度得到宋高宗的提拔褒奖，甚至打算让他统帅全国大部分军队。其实在宋高宗内心深处，对所谓的中兴事业当时并没有底气，不敢也不愿放开手脚和金人死磕，只是看到诸将有了一些战绩，内心产生了一些波澜。此时的高宗和岳飞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却有着共同的事业，君臣关系由此也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到了绍兴7年，二人关系发生了突变。这个宋高宗曾允诺拨给岳飞更多兵马，但在履行承诺的时候呢，想起压制5人的祖宗家法，打起退堂鼓变了卦。岳飞要实现尽复失地、赢回2胜，最大的阻碍就是兵力不足。皇帝金口玉言的承诺都无疾而终了，这让岳飞心情直线跌落谷底，请求解除兵权还没有获得批准，就上庐山为母守教。高宗是连续降诏请他还朝，岳飞不为所动。后来呢，是在幕僚们以死相求，才写了表文戴罪。对于高宗而言，不能容忍自己一向赏识宠信并视为倚柱的臣子反过来要挟自己，因此暗暗警告犯五法者唯有剑耳。尽管事情原委在于高宗出尔反尔，但是岳飞不识政治忌讳，轻率行事，还是导致2人关系出现裂缝。从此以后，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政见不同，矛盾越来越深，以至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帝制时代，一旦出现皇帝对臣下猜忌，其结果要么是鱼死，要么是网破。只要君主有了诛杀大臣的愿望，其他事情都可以在这一意志的指引下，在合法的外衣下去完成。何柱查出了岳飞的冤情，秦桧对他说：“此上意也。”短短4个字就交代了一切阴谋，而且这种上意往往隐藏很深，当朝人不敢道明，后世人难以洞悉，于是历史事件就成了扑朔迷离的历史谜案。比如《宋史·岳飞传》说：“盖飞与会势不两立，是飞得志则金筹可付，宋齿可雪；会得志则飞有死而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这里所描述的秦桧成了杀岳飞的主谋。其实所谓的秦桧和岳飞势不两立，背后呢是高宗和岳飞的势不两立。秦桧是基于高宗意志走上前台的一个主要演员，高宗才是主导整场剧情发展的导演。那么秦桧是南宋的一名权奸，不管他是从金营逃回南宋的，还是被金人故意放归的，总之他是促成宋金合议的功臣。作为一贯支持宋高宗求和政策的主和派，他和主战派的矛盾是尖锐的，在政治斗争中，不管哪一方占了上风，对方都不会有好结果。所以秦桧仇视韩世忠岳飞，并且和韩世忠的儿女亲家张俊合谋诬陷韩世忠，结果被岳飞一封书信落空了诡计，秦桧张俊由此恨岳飞肉骨，再加上一封所谓的乌珠来信，必杀飞时可和，所以秦桧等人力主诛杀岳飞。岳飞之死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究其死因是由高宗和一切阻止抗战之人所为。宋高宗的屈膝求和政策是其根本，而秦桧之流只是奉承了高宗旨意，推波助澜，进而充当了杀害岳飞的刽子手。
与此同时，岳飞之死也是不能容于当时以卖国求荣为主流的官僚体系，或者说岳飞不能适应那种关系，不愿向那种关系妥协的一个必然结果。读历史知善恶，这是慢聊两宋燕云的最后一集。半年时间以来感谢诸位看官的支持与陪伴。接下来想看什么内容，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